本次列车即将到达终点站地心世界，请您带好随身行李，准备下车。这是哪儿？你是谁？小曼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，连我都不记得啦。我死了吗？放心吧，没有，这是开往地心世界的列车。地心世界？你到底是谁啊？小曼，你再仔细看看我，我就是曾经的你呀。这不会是我的书吧？地心世界是介于天堂、地狱和人间之间，每个人的灵魂都会在特定的时刻来到这里，根据前生今世的际遇，重新安排归宿。不可能，我一定是在做梦，我要回家。小曼，开启你新的人生吧，不要再留遗憾。欢迎来到地心世界，您将在此开启永恒的完美人生。哎呦我去，啥情况？给我干哪去了？这位看来就是临时来的永生者。看样子是了。由于你来的仓促，并未提前告知你，有关地心世界的相关事宜，由我们负责与你对接。你俩是？姐妹，别怕，我是地心世界的管家卡尔，这位是经理薇娜。我们会帮助你适应新的环境。你们要带我去哪儿？到底要干嘛？地心世界是以人类能量作为本源，与现实世界呈现量子纠缠的双生子关系，也就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。每一位来到地心世界的生命，被称为永生者。永生者需等待地心之源的裁定，之后会送往天堂、地狱，或是重返人间。裁定前，你可以做最真实的自己，自由的选择年龄、形态，活成最理想的样子。你看，我去，是不是变年轻了？变年轻只是我们地心世界的见面礼，别害怕，好玩的还在后头呢。我都是有重孙的人了，你们肯定是骗子。你们黑白无常来索命的吧？我还不想死，放开我！我啥时候能见着我家老头子呀？放平心态，等待地心之源裁定就好。你们不要拉我下地狱啊！我话老多，阎王爷都得嫌我烦。快送我回去吧！有没有犯错，可不是你说了算。不，薇娜，别把孩子给吓坏了。29区出现违规者，请执法者火速前往。地心世界分为辉光族和暗伤族，辉光族负责引领、陪伴永生者，薇娜所属的暗伤族负责掌管秩序与规则。规矩你慢慢会懂的。走，我先带你看看好玩的。看，这里就是疗养地，平生感情受到的伤害，肉体受到的痛苦，在这儿都可以得到治愈。我听说过，治风湿的床垫
治糖尿病的纸尿裤，你给我整出来个治情感的浴池？哎，不，我们是神职人员，怎么可以和人间的那些骗子相提并论呢？走，我再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。你瞅啥啊？你看，地心世界可以容纳不同时代的人，他们以这里为中转站，寻找伴侣，签订永恒契约，携手共赴永生。那这些古代人岂不是？唉，他们对现实世界里的人执念太深，不愿放手，所以一直在地心世界等待那个最牵挂的人。幸运的等上几年，不幸的等上上百年，也未必如愿。谁会等另一个人上百年啊？傻子吗？你看，我们地心世界除了疗养地，还有这忘情店、记忆重塑站、陪伴乐园等等。只要你能想得到的，应有尽有。忘情店，这不就酒吧吗？酒吧？走，带你去其他地方转转。小曼，看看，这是给你们新人准备的房间，还有这些东西，都是你这辈子最爱的衣服。来看看，哎呦，品味不错嘛。呦我去，干啥呢你？耍流氓啊！哎，都是老姐妹了，还害羞？哎，当当当当，都是你爱吃的。在我们地心世界，吃美食是不会变胖的哟。哎，你先适应适应，有事儿叫我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回去。小娘子，要不要吃杯酒啊？我这可是上等的女儿。小样，毛都没长齐，还敢泡老娘？好呀，你想怎么喝？废物一个，就这酒量还出来泡妞？老娘今天必须教你做人！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！给我起来！少卿，你不是死在战场上了吗？我也以为自己死了。战场上被榴弹炸晕后，就来到了这里，一待就是60年。但是我想说，这几十年以来，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。卡尔说，在地心世界里面，可以拥有完美人生。看来他没骗我，我终于遇到了你。这不是梦吧？60年来，梦里的你都没这么真实过。亲爱的，这不是梦。这些年，我每天都在想你，过得好不好？还记不记得我？是不是还爱我？我怎么会不记得？
对不起，我没守住承诺。小曼，我马上要上战场了，让你嫁给我，却没能让你过上几天安稳日子，我对不住你。你不许这么说，你是去保家卫国，我彭小曼要嫁的男人就应该顶天立地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活着回来。这60年来，你过得还好吗？你走后没多久，我就怀孕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有孩子了？不只有孩子，孙子也不小了。小曼，对不起，让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多苦。地心世界一定是给我赎罪的机会，让我弥补这60年的遗憾。这一次我一定会加倍对你好，让你成为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你这60年，你一直在这儿等我？是啊，我的世界里绝不允许别的女人出现。老伴儿，老头子，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老伴儿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就见到你，你也变年轻了，是不是？老头子，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你进 ICU 后，我就去千佛山给你祈福。下山时不小心扭了脚，脑袋撞到了香炉上，醒过来之后就在这儿了。我四处打听你的消息，太好了，这么快就见到你了，肯定是福泽显灵了。你个死老头子，走道你咋这么不小心呢？还不是看你住院急的吗？小曼，这位是？少卿，这位是景瑶，我后来……老伴儿，这么快就有新朋友了？长得好帅啊！这位是九保吧？瞅着挺眼熟。你好，我是陆景瑶。你好，民国32年兵，林少卿。林少卿，好好听的名字呀，就是听着有点耳熟。林少卿，没错，他就是你儿子的亲爹，林少卿。不是你当年带着孩子嫁给我的时候，不是说他在战场上牺牲了吗？是失踪，当年给我报的是失踪，我怎么能想到会在这儿碰到他了？这么巧的事儿，你才来没多少天就遇到他，我还傻乎乎拜佛给你祈福呢。我看我都多余瞅你，你在这过得挺好的呀。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？我这刚离开多久啊？你现在就过来了，那孩子们怎么办啊？你还说我？要不是你在寿宴上偷喝奶茶被珍珠噎到，你能进 ICU？我过大寿，我吃点想吃的，怎么了？你一来就数了，我怀疑我的，我看你是皮痒了吧？我，好了好了，算是我多想了，行吗？那我看到你俩在一起，难免多心嘛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毕竟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
当年杳无音讯，你一个人带着孩子苦等了那么多年，现在见面聊聊也是应该的。你总是这样，一说不过我就道歉，整得好像我都不讲理似的。我没那个意思啊。哎呀，算了，是我多心了，好吗？你别生气了。话说回来，老伴儿，你变年轻了，真好看。啥意思啊？我老了不好看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咱俩都变年轻了，我也不赖。你摸，硬邦邦。陆景瑶，你干嘛？老不正经。你这什么表情啊？你还有心思想这个？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儿了？你我先后来到这个地心世界，还碰到了少卿。行，就是因为林少卿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他是你前任，我才是你现任丈夫。但是在他的世界里，他没死，他就是一直在等我。什么叫他等你？陪着你60年的人是我。这60年我给你端茶倒水，半夜起来腿抽筋，我避险给你掰脚丫子。现在你给我来这个，说他等你，你这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那个林少卿要是再来，我把他腿打断。出去！二位，打扰一下。那个资料更新了，档案上林少卿依然是彭小曼的合法丈夫，所以在最终裁定之前，彭小曼必须做出选择，与其中一位签订永恒契约。啥意思啊？合着我成小三了是吧？啊，行，彭小曼，我问你，我这60年在你心里到底算个什么？是他林少卿的替代品，还是你当年实在没办法才将就找的下家？陆景瑶，你有没有心啊？我跟你将就60多年，我彭小曼在你心里就是这种人是吧？你嘴上没说，可你心里想了。那你看见他，你眼睛都亮了。你多少年没用那种眼神瞅我了？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行了，我累了，赶紧给我出去。我凭啥出去啊？你是我老伴儿，咱俩是合法夫妻。哎，二位，再打扰一下，说句公道话，按流程，你们3位都合法，哈哈，恭喜恭喜，祝贺祝贺啊！你给我出去！你们都给我出去！不是我为啥出去啊？出去！不是我无辜的，推我干什么呀？出去！别推我呀！出去！他才出去，我哎，以前就总分房睡，来这儿还得分房睡，这地心世界，来不来有啥区别啊？你俩的事儿跟我有啥关系？别碰我！哼！各位永生者们，欢迎来到地心世界。在这里，你们可以选择一位伴侣，签订永恒契约。契约一旦生效，地心之源会对你们进行最终裁定，是前往天堂、地狱，还是重返人间。但请记住，永恒契约必须出自双方自愿，灵魂契合。任何通过强迫、欺骗、诱惑等手段达成的契约，将会被视为无效，违者即刻打入地狱。那要是像某人一样永远不选，那岂不是长生不老？每位永生者最多可以在此停留3年时光，但凡超出3年并未签订契约的，作为超时惩罚，将被投入记忆痛苦池，经历人间所有的痛苦和创伤。惩罚会根据逗留时长而翻倍。少卿等了我60年，也就是承受了20倍的痛苦。哼，别臭美了，人家指不定是等谁呢，没准儿有20个女人也说不定。陆景瑶，你平生热爱小动物，是顶级的铲屎官，又是城市地下排水的设计师。你来负责疏通永生者宿舍的下水系统。疏通下水系统？那不是让我拖马桶吗？哎，挺适合你的。谁说适合我？我反对。你反对什么？
永生者的工作分配都是通过地心之源大数据得来的，错不了。少卿，小曼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我知道这样做很唐突，让你为难。可是我已经等了60年。我不是为了感动你，我只是希望再有一次机会与你相遇。如今机会就摆在我眼前，不如我们重新开始吧。她是我老婆，你凭什么？凭我是她的丈夫，凭我从来没有背叛过她，凭我在战场上昏迷的最后1秒都是想着她。你放屁！我才是她的合法丈夫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丢不丢人呢？什么叫我干嘛？你居然还帮他！你说的现实世界，你我不过是第一人和第二人的关系，在这里，所有的时间、空间、关系会被重置，所以，我们是平等的。陪着他整整60年的人是我，那又怎么样？你只是用了60年陪伴，裹挟小曼而已，你这根本就不是爱的。他心里装的也不是你。不信，你问问他，让小曼当着所有人的面做个决定。小曼，陆景瑶，谢谢你帮我把孩子养大成人。不过小曼，我是不会让给你的。哇，一个为爱等了60年的男人，太浪漫了。舔狗，舔狗，舔到最后一无所有啊！据说还给人白养了几10年的孩子，笑死！小曼，这么……金瑶，你醒了？哎呦，刚才可吓死我了！哎呀，好了，都快90的人了，还跟小孩似的闹脾气。你说，刚才在接待处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让我一个人在那儿像个傻子似的。你让我怎么选呢？你俩一个等了我60年，一个陪了我60年。你听到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用60年裹挟你，说我根本就不懂爱，说我帮他养孩子，简直就是……哎呀，好，行，你别激动啊，别激动啊，别激动。医生说你这是急火攻心，你得好好休息。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他，我之前装不知道，但现在我装不下去了。他活过来了，他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，要跟你重新开始。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景瑶，我知道你这60年对我的付出，你从小就有遗传性羊癫疯，我们一直没要孩子。那后来医学发达了，你怕冷落了儿子，坚决不要。我挺感谢你的。对，你对我是感激，是习惯，是将就，唯独不是爱。不是？不是你刚才为什么不选我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你为什么犹豫啊？谁啊？你谁呀？我们认识吗？陆景瑶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陆景瑶，他是谁？我不是小姐，你哪位？他都知道你名字，你还在这装傻？好你个陆景瑶，竟然在外面背着我搞女人！你个老色批，不要脸！你等会儿，小姐，咱把话说清楚啊！你谁呀？你别害我！好呀，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不对劲，你个贱人，老娘我弄死你！哎，那个行吧，
哎，老爸，你先松手，别激动，你冷静点好不好？你居然向着他，不向着我？不是，我哪边也没选呢，你先把手撒开，咱们再好好说好不好？你今天必须给我选一个！哦，你个陆景阳，你居然犹豫，我跟你没完！啥呀，老婆，我真的不认识他呀！好呀，果然没有不偷腥的男人。说吧，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什么叫勾搭呀？我都不……不是，小姐，你说句话呀，你到底是谁呀？狒狒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说你多少次了，就是不长记性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猫不都这样吗？当初不是你说的，作家都得养只猫，咱们才收养它。我要是知道他这么不听话，我就不养他了。不许乱说啊！咱们家菲菲最乖了，别怕，菲菲不跟妈妈一般见识，以后爸爸养你啊，气死他。菲菲，菲菲，真的是你吗？你为什么认不出来我？这傲娇的小表情，肯定是菲菲没错了。狒狒，你怎么变成人形了？这不成精了吗？你不记得了？当年我爪子受伤，姐要让你带我去看病，结果你半路去买菜，把我弄丢了。我死后就来了这里，他们根据我的心愿，把我塑成了人形。让我看看你爪子好点没？好多了。哎，不是你干啥呀？你跟一只猫较什么劲儿？菲菲是咱们一起收养的，老了还让你给弄丢了。现在在地心世界重逢，那就是一种缘分，咱们得好好弥补它。要弥补你自己去弥补吧。你不去哄哄他吗？等会儿再说吧。菲菲，我要谢谢你。当年你的爪子是为了保护小曼才受伤的吧？谁要救他？我是为了自己而已。好，不是为了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能在地心世界重逢，你又回到我们身边，又多了一个伙伴，我很开心。但是你现在成人形了，我们要怎么称呼你？当然是叫主人了。不，这不合适吧？那叫爸爸。不，这更不合适了。你确定？这个死老头子，自己不向着我，向着一只猫，还敢怪我不爱他。小曼，你怎么一个人？因为我跟景瑶吵架了吧？别跟我提他，他现在很开心呢。怎么？他惹你不高兴了？我还记得以前你不高兴的时候，也总爱一个人跑到溪边坐着。那时候我还笑你，说你是溪边的小石头，谁踩到谁心疼。小曼，你的文章在《新青年》上发布了。真的？以后呢，你就在家创作，我呢就出去赚钱养家，好不好？那可不行，我可是新时代女性，怎么能靠男人养活呢？好，彭大小姐最独立。但是呢，如果你想做新时代女青年，你得先让你家那个老顽固，他可是封建思想的活化石呢。你爸才是活化石呢。你爸就是。哎，你停，不逗你了。小曼，以后
无论发生什么事，我都支持你。谁知道你以后结婚还记不记得？好，我发誓，林少卿对彭小曼的承诺，就算过10年、几十年、100年、1000年、10000年都好，绝不食言。鬼才相信你呢！一寸山河一寸血，10万青年10万军。一寸山河一寸血，10万青年10万军。加油啊，同志们！家乡父老等你们回来，一定要活着回来！全体都有，在！开拔！1、2、1、1、2。少卿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回去！少卿，我舍不得你走。小曼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快回去吧。什么情况？长官，对不起，我家先生在里边，我想跟他再道个别。还先生？你男人叫什么？林少卿。林少卿，出列。有。这女人是你内人？报告长官。是。还真是对郎才女貌。那我问你，现在是打仗重要，还是你老婆孩子重要？报告长官，打仗重要。你还知道打仗重要？如果都像你这样，老婆孩子过来跑来闹，这仗还怎么打？对不起，长官，是我的问题，我妻子不懂规矩，不会有下次。怎么别人好好的，就你有问题？小曼，你没事吧？长官，想必你也有家人吧？我今天来不仅仅是为了儿女私情，更是代表亲属们来给咱们的战士送行。战士们，你们都是好样的，我代表你们的妻儿母女，等着你们凯旋归来。行，还是匹胭脂嘛，你性子够烈的。看在你婆娘的份上，我给你1分钟时间，1分钟不归队，我枪毙了你。走。小曼，你没事吧？少卿，我没事儿，不疼。少卿，不管多久，等你回来，咱们好好过一辈子。小曼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，我一定会回来，绝不食言。不要你的保证，我要你活着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，一定。我还要陪你一起写文章，陪你看遍山河，陪你一起把我们说好的日子一天不落的过下去。无论我身在何处，只要想到你，我就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你要答应我，照顾好自己，一定。林少卿，我等你回来，活着回来。想不到你竟然还记得。傻姑娘，我当然记得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在这里。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啊，少卿，这是哪儿啊？好美啊！少卿，我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。对不起，小曼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我在地心世界每一天都在想，你是不是还在人间等我？是不是已经忘了我？我怎么会忘了你？那些约定我都记着，我写了好多文章，每一篇都有你的影子。我总想着等你回来了念给你听，可是我写着写着就……不管是地心世界，或是什么地方，
让我们生生世世永不分离，好吗？笑，你看，我就说，这个女人不值得你相信。少卿，我们都冷静一些。我很爱你，也很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等待。可是我现在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，我不能对不起景瑶啊。我知道你是别人的妻子，我知道你有你的责任，我更知道这60年是他陪在你身边。可给我一个机会吧，我会用行动告诉你，谁才是这世界上最爱你的人。少卿，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傻傻等你的姑娘了，我现在老了，我心里的东西太多了，有你，有景瑶，有孩子，还有这60年的柴米油盐，我已经做不到像从前那样干干净净的去爱一个人。好，那你看着我，告诉我，你说你心里再也没有我，我就走，再也不打扰你。你看，你骗不了我，更骗不了你自己。彭小曼，你不是人！才几天你就跟那个林少卿搞到一起了，我都没想到，我都快90岁的人了，还能被绿啊！难道说这60年来的感情算什么？全都是骗我的吗？那天在接待处，他让你当众出丑，今天要生米煮成熟饭，现在你信了吧？看来他就没把你放在心上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哪里做的不对了？难道说我上辈子做了什么孽？人类是最不讲感情的动物。60年，我守了他整整60年。他连做梦喊的都是那个人的名字，我心里想着，只要我足够好，早晚有一天他会忘的。可惜我错了，我全错了。你别喝了，喝再多又有什么用？我算是什么东西？我是一个帮人家养儿子的老奴才。你才不是他的什么奴才，要是你也是我的猫奴，是我见过最傻、最蠢、最真心的人类。真心？真心有什么用？能值几个钱？对我来说，值很多。这世上不是只有彭小曼。陆景瑶，你，陆景瑶，谁？好你个陆景瑶，你竟然背着我跟这个臭猫在这花天酒地，当初养巅峰怎么不抽死你啊？怎么，只允许你有老情，不允许我有新欢？我跟少卿只是在路上碰到了而已，你们刚刚干嘛呢？你眼下看不清楚是吗？好，再让你看一眼。陆景瑶，你个老不死的，我跟你没完！你跟我没完。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受够，我受够了你的戏，我受够了你一辈子活在宁少卿的阴影里，我受够了每天看你对着他的照片发呆，我受够了你每天在梦里喊的都是他的名字，我还要装作听不见。这就是你背叛我们60年感情的理由？我背叛你？背叛你还需要理由吗？你一个寡妇带着一个拖油瓶找到我陆景瑶这样，算你祖坟冒青烟了。你以为我愿意当个后爸吗？
要不是看见年轻的时候有点姿色，我脑子让驴踢了，我娶你过门。陆景瑶，你混蛋！陆景瑶，你够了！我够了。这60年，我忍了你多久了？心里没数吗？你以为你多清高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文艺啊？成天抱着本破书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饭你做不明白，老人孩子你照顾不到，天天写的那些根本没人看的东西，你还觉得自己特别有成就，我都替你臊得慌。这些都是你的真心话，是吗？对，是我的真心话。我受够了，老子不伺候了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跟一个根本不爱我的人在一起。我告诉你，是你彭小曼欠我的，咱们结束吧。陆景瑶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当然，从今往后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菲菲，我们走。小曼，祝你幸福。小曼，想不到陆景瑶平时就是这么对你的，这几十年，你受委屈了。为什么？他为什么会这样对我？也许，打你们第一天在一起，他心里就没痛快过吧。少卿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彭小曼，你是小曼，认不出来我了？我乔月，你怎么也来这儿了？想不到连好姐妹都认不出来我，生气。哎呀，这话说的，咱们认识的时候都60来岁了，谁知道年轻的时候长这样？老陆头，想不到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，但是这身高有点老了，缩水不少啊。乔月，这位是战生的亲生父亲林少卿。哦，你好，难怪长得这么像，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那你们仨，哎呀，你别八卦了，快说说，你怎么来这儿的？你们猜我是怎么来这儿的？生病了？不对，出意外了。哎，那更不对了。那你怎么来的？我呀，买彩票中了500万，结果一高兴，一口气没倒过上来，嗝屁了。不过，你们家战生出事儿了啊？战生发生什么了？哎，你快别喝了，你快说。自从你跟老陆头住院后，在一个花季，你们孙子一结婚，把你们家家底都掏空了。战生这一着急呀，咋的了？把你们家老宅抵扣了，结果输了个精光。哎，你说这孩子再着急，他也不能去赌啊。他现在人怎么样了？不太好。你们孙子一生气不管他了，结果他就每天喝酒，把自己喝进了医院。到医院去验血，发现不是老陆头的亲生儿子。战生要给我3长2短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小曼，你先别慌，眼下当务之急是能让你赶紧回到人间。但是回到人间就要先签订永恒契约，得到地心之源的裁定。但是呢，签订永恒契约需要经过3道试炼。3道试炼？没错，3道试炼对伴侣的默契、信任都是极大的考验。很多伴侣都是没有通过试炼
所以一直留在地心世界。通过者少则配合2、3年，多则配合几十年。这可怎么办？哪有这么长时间去等呀？哎，我觉得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选择跟谁试炼。一旦通过试炼，就能拿到永恒契约，这也就意味着再也见不到另一个人了。这让我怎么选啊？陆景瑶养了战生60年，少奇他又是……小曼，我没事，你去找陆景瑶吧。他虽然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，但他毕竟养育了战生，是战生名义上的父亲。那你呢？就不想见见儿子吗？我当然想，可我暂时签不了永恒契约。为什么？等有时间的话再给你解释，孩子的时间要紧。陆景瑶，你混蛋！你干啥呀？你又抽啥风啊？儿子都出那么大事儿了，你竟然有心思在这搞女人？你都快90岁的人了，你不要个脸！你搞10几岁的小姑娘，还是只猫！我搞啥了我？菲菲，菲菲，你啥时候来的呀？这有什么？水哪不是水？陆景瑶，你太过分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懒得管你这些破烂事儿。战生咋的了？哎，战生这孩子也真是的，这都多大人了，平时我怎么教的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这怎么又扯我身上来了？现在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回去。契约试炼可是很难通过的，就凭现在的你们俩。对啊，干嘛来找我呀？陆景瑶，你还说这种话？战生管你叫了60几年的爸，他不是你儿子吗？你以为我是为了你而来的吗？那他现在也可以是林少卿的儿子呀。陆景瑶，你少在这儿阴阳怪气的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去不去参加试炼？要是我儿子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没完。首先，恭喜各位找到契约伙伴，但是想要签订永恒契约，必须要经过3道试炼。还有什么试炼？两情相悦不就行了？人间的感情是极为脆弱的，它经不起时间的冲刷，经不起距离的考验，经不起诱惑的试探，甚至经不起一句误会而引发的争吵。永恒契约必须经得起考验。试炼分为3关，分别是记忆深渊、欲望投射和选择之门。下面是第1关，记忆深渊，请各位闭眼，做好准备。别以为就你辛苦，我为了战生也可以付出所有。为了战胜，我一定要回去。这不是景瑶家的老宅吗？你怎么就是不听劝呢？啊，说也说不听。娘，妈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娘，我知道你嫌弃她是个寡妇，还带着孩子，可是我真心喜欢小曼。你想，她一个女人家带个没爹的孩子，在林家受尽了委屈，被赶出来了，无依无靠的。我要是不管她
他和孩子可怎么活呀？你给我住嘴！你喜欢他什么？是他的模样，还是他那点文化，还是他肚子里揣着别人的种？娘，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啊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。我想的哪种人？她是大户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能养得起还是能看得住啊？你别忘了，咱家就是种地的。娘，我没忘，我知道我就是个种地的泥腿子，可是小曼她不嫌弃我，她给了我希望。娘，我不想一辈子在田间地头，我想有个家，我要靠我的双手刨也得刨出个家来。我说不行就是不行。为什么？她肚子里怀的是林家的野种。你知不知道你爹就是被林家开车给撞死的？娘，我知道，不过那是意外，不能怪他。不怪他，那我该怪谁？怪你爹命短，还是怪我命苦？儿啊，你是我儿啊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跳。娘，这一次是我自己愿意跳。你是要气死我呀！你知不知道外人怎么说你的啊？陆家的孩子捡了个破鞋回来当个宝，你不替我们报仇也就算了，你还替仇人养孩子。娘，我不是有意要气你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这辈子我认定小曼了。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儿子，就别拦着。你个畜生！我今天打死你个狗东西！记忆深渊不是为了揭露他们的秘密，而是让他们看清那些藏在心底的伤是否早已成为彼此之间的心墙。没错，如果连心底最深的过去都无法面对，那所谓的永恒，也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谎言罢了。小曼，少卿已经失踪3年了。按林家的规矩，你可以改嫁。大族老，我说过，我会等他一辈子。我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见尸？战场上的尸体就这么好找吗？你非得整个10年8年，孩子长大了成了拖油瓶，你才甘心吗？趁孩子还小，你还年轻，散了吧。再说，我们林家是有头有脸的大家族，带着你一个寡妇，不能因为你一个人影响了我们林家的声誉。你的事儿我们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揣着林家的种，我认。孩子，以后就过继到他二叔家。您说什么？不行，孩子不能离开我。不离开你就能养活他吗？就算你能养，孩子从小没有爹，你要让他被人戳着脊梁骨长大吗？族老，想必你也知道我彭小曼是一名怎样的女子。我说了不会给，就绝不会给。罢了，给你半年的时间，找个男人嫁，我就把孩子交给你。孩子以后不准姓林，长大后不准认祖归宗，更不要提林少卿3个字。第一关结束，请放弃者自行离开。你爹是被林家撞死的，你为什么从来没和我提起过？这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，提他干嘛？这么重要的事儿你都不和我说，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爱人？跟你说干什么？让你愧疚一辈子？可那是你爹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林家的孩子。我没这么想，你是你，林家人是林家人，我分得清。你分得清，可你娘呢？她分得清吗？她看着我这么多年，心里得有多狠？我说你怎么自从我嫁了你家，她就从来没给过我好脸色？原因在这里，
你先别说我问你，你们家祖老逼你为了孩子嫁人，这事为什么不跟我说？你还说我不是备胎，我这不是备胎是什么呀？你说呀！我选你是因为我看清了现实，是因为你真心对我好。可你守着你爹的仇，守着你的秘密，从未真心信任过我。我们在一起这60年的日子，在你眼里到底算什么？算什么？算我陆景瑶痴心妄想，算我自欺欺人。我以为只要对你掏心掏肺，就能得到你这颗心，可到头来，我连跟你坦白秘密的勇气都没有，我连让你真心待我一次都做不到。二位，冷静一下。第一关试炼的意义，是为了让彼此看清你们的过往与秘密，从而坦诚相对，不是相互指责。请问，还要继续下去吗？如果放弃，请跟其他试炼者一样自行离开。当然要做，为了战胜，别说和一个烂人，哪怕是个魔鬼，我也愿意。好啊，那就继续，谁心里有我，还说不定。好，第2关欲望投射，与第1关记忆深渊不同，这一关投射的是你们心底最肮脏的过往，它会具象化你们心底最深的欲望，同时也是你们灵魂的一面镜子。你们将会看到人生的另一种可能。请问，准备好了吗？开始吧。母亲，战生，怎么了？爹爹说今天带我去放风筝，他又说话不算数。爹爹有公务要忙，等他忙完了就带你出去玩，好不好？他总是这么说，战生讨厌爹爹。是哪个小鬼讨厌爹爹啊？回来啦。刚忙完，但是呢，过几天又要去开拔了。鬼子不是打跑了吗？怎么又上战场？没办法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。要我说，这次就别去了吧。你这不是想让我当逃兵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爹爹，你不要去打仗了，我们去玩好不好？好，爹不去打仗了，留下来陪战神玩。太好了！刚才是我态度不好，难得的时间，我们就陪战神玩玩吧。哦，少卿，我们要是能一辈子这样幸福快乐下去，该多好呀！陆景瑶，你怎么进来了？这是私宅。私人？哼！你们占了多少地，抢了多少穷人，吃人不吐骨头的东西，过得倒是逍遥快啊！你知道我跟我娘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姓陆的，你娘那件事，秦叔早就下了定论，是你爹喝醉了酒自己动手的。我没让你赔修车钱已经算不错了，还要在这无理取闹。少拿这些鬼话哄我！我早就调查清楚，是你们林家花钱收买的巡警和验尸官。我娘去告状，还被你们打了出来，现在还躺在床上。少卿，什么情况？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别听这人胡说八道，这人疯了。对，我是疯，是被你们逼疯的。爹爹，快叫人把这个叫花子抓起来！你听到了没？你再不走，我对你不客气了。林少卿，你家大业大，有权有势，
我弄不过你。别忘了，你还有妻儿老小，你的部队马上开拔，到时候你家里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谁也保证不了。我的，好了好了，别打了，再打就出人命了。一个不知好歹的臭东西，你当我府上大呼大叫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？你要是敢动我家人一根毫毛，你和你娘死无全尸！滚！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，凡事机灵着点儿，记得写信回来。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还有，打仗的时候不要总是自己一个人往前冲，你不是自己一个人，你还有我和战生呢。放心吧，打完仗我就会回来，再也不走了。爹爹，这个给你。这是什么？糖。娘说打仗的时候饿了，吃糖就不饿了。好，乖，乖孩子，你记得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。知道。知道。等我回来。出声！要不让我弄死你，听到了吗？怎么，眼熟吗？你把我儿子怎么了？他在哪儿？放心，你放心，他很好，我给他放在了一个很安全的地方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要钱吗？我给你钱。还是你要报仇？你冲我来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对，他只是个孩子，而我呢？我也是我爹我娘的孩子，凭什么我就要受尽百般凌辱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怨气，可那不是我造成的呀。那就得问问你那个好老公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在昨天，我娘死了，他在临死前还叮嘱我，让我给我爹报仇。你到底要怎样？我要让林少卿失去一切，我要把你们的孩子养大，让你们的孩子管我叫爹。还有，我要让你永远记住今晚。老子夺走他的一切，你就是最好的证明。你个畜生！什么？你打我干嘛呀？你个畜生！小曼，你醒一下，那是他们的障眼法，我压根没这么想啊。你还是恨我对吧？恨我有林家的骨肉？不是，我没那么想过呀。薇娜说得很清楚，那些欲望都是现实中的，最起码你当初想要报复林少卿，报复我儿子。如果你没想，为什么会投射出那些？如果你当初不恨我，不恨孩子，那些画面又怎么会凭空出现？你害怕我知道真相，所以才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你爸
是被林家人撞死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是害怕你知道真相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恨你，不过我不是恨你，我是恨这世道不公。有区别吗？你恨的是林家人，我是林家的媳妇儿，怀的是林家的种。你娶我，到底是爱我，还是要报复少卿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现在好了，孩子也管你叫父亲了，你也得到我了，你的报复成功了。二位，第2轮试炼已经结束，请问是否考虑要继续下去？好啊，继续啊！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，也没什么好藏着掖着，那就继续看看谁更加不堪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当初找我，不也是图我老实好拿捏，好给战生当个便宜爹吗？陆景瑶，你疯了吧？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？我彭小曼，在你心里就是这样的人。二位还要继续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开始了。要。选择之门分为3组，我们必须进入相同的门，3组全对，最后到达同一地点，才能获得成功，拿到永恒契约。如果2人分别进了不同的门，那么任务将会失败。再次申请永恒契约将在5年之后。5年后，我可没这么多时间浪费。战生，放心吧，不管你妈怎么误会我，你都是我陆景瑶的亲儿子，爸一定会回去。请注意，每一组门只有1分钟的选择时间，超时并未做出选择，视为自动放弃。听懂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最爱，最需要，这不就是林少卿和我吗？这叫人怎么选啊？最爱的怎么就不能是最需要的呢？像彭小曼这么自我的人，想必一定会选择林少卿吧。到头来，我不过是他的替代品而已。想想真是可悲啊！整整坚持了60年，本人一回来还是被一脚踢的。可恶！现在不是想这个事的时候，就战生要紧。最爱就是他了。景瑶一定会认为他在我眼里是最需要的吧？不对，我现在在他眼里一定是一个又自私又可恶的女人。他一定会认为我选林少卿。执念，解脱。我对少卿的记忆，对战生的牵挂，还有对景瑶这60多年里风风雨雨中的遗憾，这些都是执念。真的能解脱吗？执念是什么？执念是我这辈子对他所有的好，是我藏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，是我明知道他心里有别人，还是娶了她。可解脱呢？我真的能放手，让他跟林少卿走吗？陆景瑶，你会怎么选？彭小曼，咱俩的事儿先放到一旁，这回你可千万不能错。看来这题把他们难住了。是啊，执念和解脱就像枷锁与钥匙，如果没了钥匙，枷锁也就失去了含义。它们本身就是一体，谁也离不开谁。还有20秒，我这辈子最大的执念就是亏欠，我欠少卿的，欠战生的。陆景瑶这个死老头子虽然嘴巴臭了点，但照顾我们娘俩一辈子，我和他也没有孩子，这也是我对他的亏欠。如果连执念都没了，
我还是我吗？我对他的执念，就是下辈子都不想放手。如果我放手了，就能让他得到幸福呢？他即使离开我，能获得幸福，我就真的能解脱吗？算了，像我这样的人，这辈子就这样，解脱，下辈子再说吧。恭喜二位，就剩最后一步了。死老头子，我就知道你会选这个。这题也太简单了吧？不过一个是他，一个是我嘛。景瑶一定会觉得我会选左边吧，毕竟这是我这辈子没做完的梦。可梦再好，也有醒的时候。我跟他过了这60年，这些梦早就消散了。小曼，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个梦想，那个追求梦想的女人才是真实的吧？可惜了，我这辈子没能力帮不了你，这也是一直忘不了林少卿的原因吧。好，这回我帮你一次。我们成功了，成功了，可以回去接儿子了。很遗憾，你们2位并没有通过第3关试炼。什么？怎么会？陆景瑶，你选的什么呀？我选的你啊！你不会也选的我吧？那个大傻子！我跟你在一起，我还谈什么梦想啊？早就被柴米油盐磨没了。怪我喽，我耽误了你的梦想。你没有成功都怪我了吗？但是你也选了我呀。那咋办呢？这生他要有个好歹，我选择之门考的不是你们有多爱对方，而是有多懂对方想要什么。这第1关，你们凭借直觉选对了彼此；第2关，你们又凭借默契选对了执念。可是到了第3关，这最后一关，你们都需要对方。庞小曼需要最真实的陪伴，陆景瑶需要成全爱人的梦想，但你们都只看到了自己想要的给予，没有看到对方的需要。你们都在用自己认为的最好的方式去爱对方，但却恰恰错过了对方真正想要的。这就是选择之门的意义。我家战生在人间出事儿了，我求求你们让我回去吧。不行，规则就是规则，你们任务都失败了。下一次申请永恒契约将会在5年之后。什么？5年？哎，小曼，小曼，你醒醒，小曼，小曼。小曼，什么？生我气了，还没好，那不正常吗？小曼，我知道我没通过试炼，没办法回去见战生，你心里难受。但是你冷静下来，仔细想想，我们就算回去了，不也都80、90岁了吗？那副身体能干啥呢？再说了，战生他也那么大人了，得对自己行为负责。咱们平时就是太宠他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终于说出心里话了是吧？你看你又来了，你以为我是不想回去是吗？那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他自己造的孽，他得自己想办法解决。陆景瑶，
你真狠心呐你！真是关键时刻才能看出来是不是亲生的。战生发生了这么重大的事情，你竟然说出这种话！战生为什么会剧毒？不还是为了救咱俩吗？哦，你说的是战生欠账的事儿，那你就别操心了。我临走之前是战生给我送医院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你那张500万的彩票在战生手里？可不是吗？臭乔月，你怎么不早说？对呀，你咋不早说？你们俩也没给我机会说呀。小曼，少卿，少卿，少卿，战生的事儿你不要跟着上火了，乔月已经替咱们解决了。好。对了，你怎么样了？哦，我没事儿。小曼，让你跟着他受苦了。林少卿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叫跟着我受苦？怎么？我有说错吗？小曼最大的委屈就是嫁给了你，她跟了你60年，你连她最想要的是什么你都不知道。对，这60年吃喝拉撒，我一直跟他在一起，从穷的叮当响到撑起一个家，对战生更是视若己出。我拿他当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对待。现在你一回来，你成 MVP 了。好，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出去。你以为我想待在这儿吗？小曼，我们走。哎，少卿，你干嘛？你们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这不是他亲口说的吗？那我们去哪儿也没有关系啊。哟，这还抱上了？你不过来，我都得给你亲自送过去。你赶紧抱稳了，别摔了，这可不比当年，比之前胖多了。陆景阳，你混蛋！没事，既然他照顾不了你，你的幸福就由我来接手。哟，那不是前几天参加试炼的那女的吗？怎么转头和别人好上了21世纪的女人嘛，开放的很，时代变了。少卿，快放我下来！你情绪还波动着呢，身体很虚，不要介意他们说，由他们说。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了，是一个可以把所有事情想明白的地方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地心世界的时光穿梭机，它可以把永生者的记忆塑造出最真实的场景，并且生活在里面。时光穿梭？这怎么可能？在地心世界里面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进去看看吧。欢迎您，19853号永生者林少卿即将为您打开专属记忆空间。走吧。这是我根据记忆花了10年时间勾勒出来的彭家老宅，你看像不像？像，太像了。小曼，让我们从这一刻重新开始吧。少卿，我记得你最爱吃阳春面了，快尝尝。好。怎么了？太咸了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尝尝。我好像把咸盐当糖放了。
看来景瑶以前没冤枉我，我做的饭确实不好吃。没事儿，我来吧。快吃吧，尝尝我的手艺。这红烧醋鱼呢，还是用柴火烧的。其实我生完孩子之后就受不了鱼腥味儿了。怎么了？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红烧醋鱼了。哇，那就好。那我以后每天都弄这个红烧醋鱼给你吃。喂，小曼，你在那边怎么样？还真跟林少卿过上了？别说了，我这60年里无数次梦到跟少卿在一起，没想到这一幕现在就在眼前。那不就是你要的生活吗？一模一样。哎，不是，彭小曼，这地心世界你可真不白来，俩老爷们轮流上岗，夜里重温旧梦的感觉，如何呀？哎呀，去你的，真不正经。哎，我这不是关心你呢吗？你看你现在多好，跟心心念念了一辈子的人在一起，也算是人生圆满。可惜就是苦了老陆头。他怎么样了？哎呀，好累啊！不是说这温泉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疲惫吗？我怎么一点也感觉不到？还不如我死了算了。死了就再也找不到你了。菲菲，你怎么来了？老实说，是不是在想彭小曼，自己在这偷偷疗伤呢？哪有，只是单纯想泡个澡而已。泡个澡还要死要活的，他都那样对你了，你还惦记着他，舔狗！这词儿你都知道？我俩在一起60多年了，这感情怎么能说断就断呢？你个小猫咪，搞不懂你们人类为什么凡事都要追求长久呢？从今有过不就好了？干嘛要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？也对啊。你说这人这一辈子，怎么可能只爱一个人？可能是我太自私了吧。其实断不了的，可能只是一个习惯，就跟你以前给我换猫砂，1周就要换一次，但凡多1天我就特别烦，觉得你特讨厌。哦，哼，女人果然都是恩将仇报。你说他能断掉有你的习惯吗？夜里旧梦重温的感觉如何？送给你的，你在哪儿弄的？你喜欢吗？好看多了。女人可是男人的脸。你说什么？以前陆景瑶不在乎，但我不行。你呢，一定要光鲜亮丽的才行。哦，好了，我要去酒吧上班了，你好好在家休息。我陪你一起去吧。不行，男主外女主内，女孩子家怎么可以经常抛头露面的？你在家好好等我吧。菲菲，我跟你说，即使我跟彭小曼分开，咱俩也是不可能的。你别强人所难，好不好？再说酒吧这种地儿也不是猫该来的地方，不能喝酒。你别一口一个猫的，我现在可是人形，人类能做的事我一样能做。老板，来杯红酒。哟，这不是冷酷又痴情的绝版好男人吗？怎么没在家陪老婆？这种事情就不用劳烦你操心了。
他现在过得很好。嗯，看来为了你们二人的幸福生活，我得经常照顾你生意才行。那谢谢陆老板的赏光。没错，及时行乐才是硬道理，忘掉这世上所有的不愉快。林少卿，你也坐吧。怎么了嘛？你愿意放手，他也愿意接收。你们为了一个女人转了一辈子，现在坐下来好好喝一杯，有什么？这就叫以笑泯恩仇。好，我无所谓，回去喝呗。好啊，那我们来玩游戏吧。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？好啊，今天你说了算，你说玩啥就玩啥吧。瓶口对着谁，谁就得选，输的喝酒。好，来这。那我选真心话。好，由我来先问你，你变成人形之后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？哎，我对菲菲的感情是属于小动物那种喜欢，跟人类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喜欢就是喜欢嘛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，都是自己给自己加的枷锁而已。快，下雨了。我来问，听他们说，在永恒契约试炼时，你选择了退出，把机会给了陆景瑶，这是为什么？我有难言之隐，我拒绝回答。我喝。来，我们一起喝一个。对了，当年呢，我们林家人对不住你家，我替他们给你赔个不是。其实吧，我陆景瑶是恩怨分明的人，父辈之间的事儿跟你没关系。不过老哥，你也是苦命人，一个人在这个地方守了60多年，等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的人，你也挺憋屈的。不过现在好了，圆满了，我媳妇儿归你了。哎，兄弟，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也算一种缘分啊？没错，也是一种缘分。对，咱哥俩，干了！你俩咋还浪上了？还玩不玩了？玩当然玩，真心话没意思。要玩咱就玩大冒险，给大家打个样，好不好？那我来提要求，提吧。我要你亲他。哈，菲菲，你这只坏猫咪，你可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。我这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不是啊，你们大冒险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那不行，按规矩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得喝酒，不能躲。你还是当兵的呢，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，怎么上战场？那少卿，不行咱就克服克服啊。各位地心世界的永生者们请注意，下面是紧急通知，有违法者从地狱擅闯地心世界，目前已混入永生者之中。该违法者善于伪装，请永生者们提高警惕，注意安全。如有发现异常者，请及时举报，举报成功者将额外奖励1次永恒契约金额。地狱的闯入者还善于伪装，看来这个地心世界不安全了。刚才他说，如果抓住闯入者，可以获得1次永恒契约的机会，限不出那5年的时间限制，就说能通过3道失炼的人就屈指可数。看来这次的额外奖励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看来
应该有很多人已经在蠢蠢欲动了。哎，菲菲，菲菲，他喝了葡萄酒，小猫喝葡萄酒会中毒的。你还真别说，林少卿可真有一套，就凭着记忆为你重塑了老宅，这心可真够细的。怎么样，现在跟他在一起，是不是比跟老陆强不少吧？还好吧。那你跟老陆这60年，哪天不是吵吵闹闹的？现在多清静呀，这不就是你梦想中的生活吗？是，挺清静的。还听你这语气不对啊，是不是林少卿对你不好？他对我很好，他会给我做饭吃，陪我写字儿，但是有时候吧，我觉得他是对心里的那个彭小曼好，而不是对我好。哎呦，这文化人说话就是绕，我觉得没啥可纠结的。咱们女人在不同年龄段将有不同的男人，年轻时喜欢浪漫，老了就图踏实啊。咱这日子跟谁过不是过，开心就好，对不对？就你想得开是吧？哎，你刚才听广播了没？说是抓到闯入者就能拿到永恒契约。哦，对了，上次林少卿说暂时签订不了永恒契约，不是他有事瞒着你啊？哎呀，别瞎猜了，他应该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？小曼，我看你还是很年轻，这男人嘴里哪有实话？哎，好了好了，不说了，走，逛街去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地心玩偶。菲菲，今天你好点没？好多了。说了不让你喝的吗？记得你以前挺灵光的，不该吃的东西绝对不吃，咋变成人反而笨了呢？哎呀，你家忘了吗？早知道喝白酒了。还喝白酒？瞧把你厉害的！要不是医生治疗及时，你命都没了。怕什么？我有9条命呢。前面的娃娃好漂亮啊！哎，菲菲，我早上跳起来。小姑娘喜欢吗？好可爱。你可真有眼光，这可是地心世界最畅销的玩偶，只要20地心币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。20？我没钱。菲菲，咱们之前喝酒跟看病钱都花光了，要不下回？大叔，送我一个吗？小姑娘，你让大叔很为难呐。你不用这样，大叔不吃这一套啊。小姑娘，我看你天生丽质，灵气逼人，想必是最萌的地心盟主。这个玩偶想必跟你有着不解之缘，大叔就送你一个。谢谢大叔。不客气。你看，走来看看。是吗？那早上跳前面那看人真多啊！让我看这个。小曼，这挺有意思。哇，来一个。我跟你说，别看男人表面有多喜欢你，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。咱们作为女人，一定要有女人的警觉，不然受伤的可是咱们自己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我的恋爱教主，我都记住啦。小曼，小心！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袭击小曼？来人呐！杀人了！菲菲，危险，别追！景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皮外伤。这都流血了，你还说没事儿？还疼不疼？没事，跟你比，吃珍珠噎死不算啥，不算啥。陆景瑶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跟我怄气？你这是干嘛呀？这是给我包扎还是上刑啊？让你不说人话。想不到这地心世界居然有抢劫的，谁说不是呢？这件事儿必须跟薇娜和卡尔汇报一下。我看没那么简单，对方不像是抢劫。可不是嘛，这哪有抢劫的一上来就下死手的？你们的意思是说，他是冲我来的？哎，小曼，你在这地心世界得没得罪过什么人啊？我能得罪谁啊？我身边
就认识这么几个人？对呀，我俩来到这儿前后脚不超过1天的时间，并且认识的人都在这儿了，除了林少卿是吧？怎么可能是他呀？哎呦，那是林少帅可太威武了！如果他要在现场，那歹徒离这10几米就吓尿了，怎么可能会出事儿呢？可惜人不在。大家忽略了一个人，谁啊？来自地狱的闯入者。从地狱来的闯入者？闯入者袭击我干嘛呀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总感觉哪里怪怪的。不对，还忽略了一个人。谁呀？菲菲，菲菲没回来。林少卿，你个混蛋！我不会让你得逞的。谁？喵！怎么想给你主子报仇？你为什么要害人？这跟你没关系，小猫咪。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想不到你个小猫还挺凶，我再凶也不过是只猫。陆启阳，菲菲不会出事了吧？上辈子就把她弄丢了，这回要是再出事，哎呀，我真没用啊！你别担心了，菲菲那么聪明，怎么可能会有事儿？就是啊，景阳，没准菲菲已经在回来路上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回来了。菲菲，你这头上怎么了？没事，撞了一下。没事儿，菲菲。菲菲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上回给你弄丢了，我一辈子都难过，绝对不能让你再出事儿了。松手，太紧了。哎，不是，景阳，菲菲受伤了，你松点。我不管，她是我闺女。闯入者是个女人。闯入者是个女人，你确定吗？我跟她交了手，虽然她哑着嗓子说话，但我能闻到她的气味。她是个女人，错不了。她身手不错，反应很快，能跟得上我的速度，像是受过训练。一个女人袭击我干嘛呀？哎，至少咱们现在知道闯入者是个女人，咱们只要抓到闯入者，就能拿到永恒契约。没错，这个是菲菲用密话信息，得尽快告诉卡尔跟维娜。小曼，你怎么样？小曼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亏了景阳。不是叫你别出门吗？为什么不听我话呢？我在家待着太无聊了，想着跟乔月出去逛逛街，没想到什么？整个地心世界的人都知道有闯入者，你敢说你不知道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在意我说的话呢？当年部队开拔的时候，我千万叮嘱你要留在家别出去，又听我说，然后害我单独出丑。当年是这样，今天又是这样。少卿，你听我解释。不想听，我是为你好，为了你的安全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让我操心啊？懂点事好不好？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你？现在是小曼遭人袭击了，你不安慰她，反而责怪她是吧？如果当初你听我说的话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不是我李少卿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他不是你养的金丝雀，更不是你手底下的兵，他是个人，是爱你的人。陆景啊，这是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情，跟你没关系啊。好，对，现在我是个外人，但就算我这个外人也知道，小曼在难过的时候，她需要的是什么？不是像你一样用责备把她越推越远。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。景阳，王八蛋！你们别打了，
都是我的错，行不行？你提供的信息非常重要，我们已经把这些特征记录在案。接下来，我会加紧追查，尽快捉拿闯入者。那太好了。不过维娜经理，我有件事儿想求你帮忙。别紧张，慢慢说。能不能派人专门布他？我知道你们这规矩多，但我不想让彭小曼真的出事儿。你放心，我们已经加强人手了，不会让永生者受到危险。我要的是对他24小时的专职保护。少卿他真的是担心我吗？可他的担心怎么就那么让人窒息呢？我们之间好像隔着的不只是60年的光景，还有那些藏在心底从未说开的隔阂。陆景儿对你那么好，愿意为你付出一切，你为什么会对他那么绝情？我哪有？是他先提出来的好不好？那天我跟他去找你，正好看到你和林少卿在溪流边缠绵。他要不是彻底死心了，能对你说出那些话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后来推开少卿了，我跟他过了一辈子了，我怎么可能刚跟他分开就投入别人的怀抱呀？哎呀，那看来你们误会大了。巧月，巧月，这么快就洗完了？菲菲呢？巧月，是我误会景瑶了。现在知道人家的好了吧？哎，不是，是那天林少卿强吻了我，被他撞的，所以他才把我越推越远的。你呀你，真是霸王硬上弓啊！还真是林少卿的风格。我们认识吗？你不认识我啊？我可见过你。还真是一副好皮囊，难怪他那么念念不忘。小曼，他好像也是当兵的，会不会？我和少卿可是老战友了，我们见过的。确切的说，是他的上司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榴弹炸到，来到这里的？算是吧，被榴弹炸了是没错，只是我们是从大后方撤退，路上遇到了鬼子的轰炸机，说白了，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。看来他也不是什么都跟你说。你到底是谁？彭小曼，你听好，我们是情报机关的特务，是刽子手。这不可能，少卿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他为什么不和你签永恒契约呢？因为啊，只要签约，你就得陪他下地狱。不是的，少卿他一定是有自己的苦衷。他可最会骗人，他骗了你整整60年，知道你那位枕边人手上沾了多少人的鲜血了，恐怕他自己都不记得了。我们之所以还没得到应有的惩罚，是因为我们做过的恶根本算不完。不是，你到底要干啥呀你？我不想干啥，我就想告诉你，他到底是个什么货色。你，对了，我叫刘影欣，记得告诉林少卿，他的老情人来过了。我认得你，就是那个刽子手。你的双手不知道沾满了多少人的鲜血。你是谁？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不放过我？你呀，就是个魔鬼。
你们别过来！你们别过来！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服从命令。他们跟我说这是为了国家，我也是被骗的。我求你们，我求你们，我求你们不要再来打我！我求你们不要！小曼，你为什么要出现？你就当我已经死了，在战场上死了，死得干干净净的不就好了吗？谁？谁？小曼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当初上战场根本就不是去打仗。刘隐形找过你。少卿，我要你亲口告诉我，这不是真的。他说的都是假的，对不对？小曼，对不起，当我穿上特务的制服，当年的林少卿就已经死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为什么什么都不告诉我？我怎么敢告诉你？他们骗我说对方是情报人员，让我亲眼看着无辜的人倒在血泊里。他们用你和家人来胁迫我，我只能听话，任由他们摆布。这几十年里，我每天都在做噩梦，梦见被我害死的人，在梦里向我索命，直到把自己弄得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。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混蛋！你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这60年来，我每天都在想，其实都是自己做的选择，永远只能怨我自己。我罪孽深重，在地心世界等了60年，不是等谁能原谅我，是等有一天你能知道真相。我也算彻底解脱了。小曼，你走吧。你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，一个人扛了60年，让我跟你一起下地狱，去给被你伤害的人赎罪吧。来，妈呀！你尝尝我这够劲儿，你们酒可一点没往下下呀？是吗？哎呦，来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哎，小曼啊，小曼，小曼，你怎么来了？金瑶，我觉得我们之间可能有误会，我们能好好聊聊吗？事情发展到今天，也没什么好解释的，都过去了。林少卿他控制欲确实强一点。我想说的不是这个，是哟，这么热闹，彭小姐这是在跟陆先生忏悔呢。你是？他是，这里不欢迎你，请你离开。小月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自我介绍下，我叫刘隐心，民国时期跟林少卿共过事。原来是林少卿的朋友。那你来找我有事吗？我就是过来打个招呼，顺便看看彭小姐。彭小姐果然是个内心强大的女人，知道了这么大的事情，还能若无其事的在这儿跟前任叙旧。你闭嘴！什么？看来你老伴什么都没跟你讲啊。也是，林少卿的那些英雄事迹可不是什么见得人的事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必须要解释清楚。你看看这照片，民国33年，我和林少卿在特务机关的合影。他当时可是我们有名的快刀手。特务机关，林少卿不是在战场上打鬼子被炸晕的吗？打鬼子？我们连鬼子的面都没见着，就忙着抓自己人了。陆先生，您可是替汉奸养了几十年的儿子。刘远新，你够了！你到底想做什么？陆先生，
你可要小心了。您的爱人宁愿跟一个手上沾满鲜血的魔鬼下地狱，都不愿意跟你一起过。您可真是我活了一辈子啊！小曼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刘永新，你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我只是把真相摆出来而已。彭小曼，你一边享受着陆景瑶几十年的陪伴，一边放不下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魔鬼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高尚？虚伪！那天在集市袭击小曼的人是你吧？我记得你的味道，没想到被你这只小猫认出来了。没错，是我，我就是要报复林少卿，报复所有跟他有关系的人。等等，你就是那个地狱闯入者？老娘在这世上已经没什么留恋的了，大不了咱们鱼死网破。你这个臭猫，上次算你侥幸，老娘今天弄死你！乔月，这小曼，我杀人了。乔月，你别害怕，他是闯入者，他本来就有罪。薇娜和卡尔不会责怪你的，你没有错。杀人是会下地狱的，我不想下地狱，我不想下地狱。乔月，你等等。卡尔、薇娜，我求求你们帮帮乔月。乔月虽然失手杀了人，但他是正当防卫，他杀的是地狱的闯入者。我、小曼、菲菲都可以帮忙作证。陆先生，你好像搞错了，乔月才是真正来自地狱的闯入者。这怎么可能？乔月只是小曼的好闺蜜，她生前只是个卖保险的，她怎么可能是地狱的闯入者呢？更何况那天刘颖欣也亲自承认，那天袭击小曼的就是她自己。乔月年轻的时候做过非法集资，骗取了上百人的钱财，害得无数的人家破人亡。地狱之心早已查清了他的罪名，将他打入了地狱。乔月心思缜密，善于伪装。他趁地狱使者换班警戒松懈的时候，偷偷挣脱了地狱的束缚，擅闯进入了地心世界。他刻意接近彭小曼，就是为了借助彭小曼的身份，隐藏自己的行踪，躲避地狱使者和我们的追查。那你们打算怎么对他？乔月逃离地狱，擅闯地心世界，还杀了人，自然是罪加一等。不过，至于他会受到什么样的责罚，那是地狱的事情。乔月，你在哪儿？我来了。小曼，乔月，你别害怕。景瑶跟我说了，我们回去跟薇娜求求情，叫她不要送你去地狱。还有卡尔，他那么通情达理，也许会同意呢。不用了，小曼，我自己做的事儿，我自己清楚，逃不掉的。不，你只是一时糊涂，那些事儿都过去了。等你受完惩罚，我们在地心世界重新开始，我们还可以当做好闺蜜，一起逛街，一起聊天，好不好？小曼，你太善良了。我不是一时糊涂，我是一步一步把你推进地狱的。从一开始，有人拉我做了一个项目，回报率高的吓人。我一开始也不信，看着身边的人投了钱，几天就能翻倍，我就心动了。你怎么那么傻呀？那些都是骗人的。可利滚利实在是来钱太快了，我从自己投到后来拉亲戚，再到后来帮别人做项目。乔月，你别说了。后来这项目爆雷了，钱全没了。我因为这件事被判了8年，我以为能够一死了之，没想到还得来这地狱受苦。乔月，你是我唯一的好朋友，我不要你下地狱，我不要。小曼，不用替我求情了，我做的这些事儿，
比杀人都狠。我杀的是人家活下去的希望。这个是我逃离地狱时偷偷带走的令牌，也是证明我身份的证据。你把这个交给卡尔和维娜，他们就会认定是你抓到了闯入者，你就能拿到永恒契约了。我不可以这么做，我怎么能因为一个契约出卖你呢？你拿着吧，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儿了。小曼，你听我说，也许你最爱的人是林少卿，但是最适合你、最爱你的人是老陆，你明白吗？闯入者听着，你已经无路可逃了，赶紧出来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。走吧，好姐妹，再送我最后一程。以后没人能再替你出谋划策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好好活下去。乔月，你逃离地狱，擅闯地心世界，蓄意杀人，我们会将你交给地狱使者，依法处置。我愿意接受所有惩罚，但请你们按照约定，把永恒契约交给彭小曼。带走。里边请吧。乔月，彭小姐，令牌呢？彭小姐，恭喜你成功抓获地狱闯入者。根据承诺，我们会提供给你一次额外的永恒契约。景瑶，你说我是不是克身边的人？凡是跟我扯上关系的人，都没有好下场。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乔月也好，少卿也罢，他们不过是为自己的行为买单而已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你呢？你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我？这60年，你对我的陪伴，我全都记得。我最亏欠的人就是你，可少卿他一个人背负了60年的罪名，每天都生活在噩梦里。他是战生的爹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景瑶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我霸占了你60年的陪伴，最后却还要选择跟他走。小曼，从我选择娶你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告诉自己，这辈子只要你能够幸福，我无所谓。你放不下他，想陪他赎罪，也不怪你。别哭了，去找他吧。好，咱们的缘分尽了。景瑶，我这辈子欠你的算是还不完了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希望你别遇见我，找一个全心全意爱你的人，然后呢，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，再也不要因为任何人受委屈了，好不好？风吹来的沙，穿过所有的记忆，谁都知道我在想你。风吹来的沙，明明在哭泣，难道早就预言了分离？陆金瑶，你就是个废物！你为什么不能告诉他你爱他？你比任何人都爱他，不希望跟任何人走呢？其实
那天在溪流边，我跟你一起看到的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嗯，那是什么样？咱们俩看得清清楚楚，林少卿搂着她，还亲了她，他也没推开啊。咱们只看到了开头，却没看到结尾。林少卿是强吻的他，你走后，小曼就把他推开了。他还跟他说，他心里有你，在这60年的日子不可能和他重新开始，这次也一样。他只是觉得林少卿这样，他也有责任。他亲口跟你说的？嗯，亲口说的。唉，算了吧，菲菲，这才叫做真的造化弄人。现在太晚了，在这60年里，我藏着秘密没跟他坦白，他装着回忆，没办法跟我交心。我们2个之间隔着的何止是一个林少卿那么简单？这60年的纷纷扰扰，怎么能是几句话就说清楚的？我听不懂。傻瓜，你们人类都是傻瓜。再说，你除了他，至少还有我，有把你当亲爹的儿子，有把你拉扯大的娘。其实，你已经很幸福了。娘？菲菲，你说的对，我不是一无所有，我还有娘。有你在我身边，真是太好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地心世界最甜的糖果。卖糖果啦！没见过。这位先生，你买糖吗？死我了！刚来，新开的吧？这是看看。没想到母亲真的也在地心世界。买糖果吗，这位先生？娘，是景瑶吗？娘，景瑶，我的好儿子。娘，你怎么也来地心世界了？你变年轻了，我好想你啊！这么多年没见，你还是这么不稳重。娘，你能不能别一见面就说我呀？我是你娘，我不说你，谁说你啊？你刚结婚没多久我就走了，这几十年你过得还好吗？放心吧，娘，挺好的。你这心里有多少小九九，我这当娘的还不知道吗？娘，对不起，当年你在世的时候，你说的话我都没听，后来发现你说的都对。怎么跟小曼闹别扭了？他也来地心世界了，而且遇到了当年的林少卿，然后我这个傻大儿，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？娘，你说心里话，我是不是特别蠢啊？在娘心里，你是世界上最聪明、最优秀的孩子，怎么会蠢呢？可是我觉得，我真心对一个人60年，到头来，我在他心里还是个外人。要不我就不走了，在这陪你一起卖糖果，就不跟他们联系了。傻孩子，你要不要听听娘的故事？那年我18岁，刚跟你爹结婚没多久。有一天他突然带了一个女人回来，那女人比我年轻漂亮，从此我在家里就不受待见。我每天干农活，做家务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让他回心转意。可是那个女人怀孕了，还生下了孩子，本来对我还不错的婆婆也开始排挤我。
我在家里彻底没了位置。娘，没想到我爹这么对你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我不但要干活，还要帮着带孩子。他在我背上睡觉，在我怀里吃饭，在我手里学走路。直到有一天，你爹陪着那个女人去买胭脂，途中遇到了车祸。从此，我就收养了那个在一夜之间失去双亲的孩子。那个孩子一直由您收养吗？我长这么大怎么从来没听您提起过呢？娘，您说的那个孩子，不会就是我吧？起初我也觉得委屈，甚至想把孩子扔了。可我转念一想，一个年幼的孩子能有什么错呢？真心的陪伴和无私的爱，才是这世上最珍贵的东西。娘，儿子明白了。彭小曼、林少卿，这就是你们所求的永恒契约。但在落笔之前，最后一次问你们：你们确定要共赴地狱，赎罪抵过，签订这个契约吗？这份契约一旦签订，便再无回头之路。林少卿，你的罪孽将与彭小曼绑定，她本可安稳轮回，却要陪你承受地狱的折磨。彭小曼，你本可拿着永恒契约，与陆景瑶相守，去往天堂，或重返人间。你真的甘愿放弃这一切？我愿意。好，那请落笔吧。从此，生死相随，永恒不止。小曼，我谢谢你能理解我。我已经此生无憾了，我的罪过就让我一个人去承担吧。这60年来，你已经遭了太多罪了，回到陆景瑶的身边吧，他才是这世上最爱你的男人。妈，我这个样子好吧？哎，你这身子，下回我带你去啊。哎，小姐，小姐，你的书掉了。谢谢了。你以前是镇中学的吧？我见过你，之前跟俺爹去修过课桌，你还给我倒过热水呢。我没印象了。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事的话，我要走了。好。那个，我可不可以请你喝凉茶啊？你为什么要请我喝凉茶？因为我觉得咱俩好像挺有缘的。神经啊！有人吗？这么大屋子没个喘气儿的呀？
谁啊？呀，王媒婆真不行事，跟老介绍院说话。先生，请你嘴巴放干净点。彭小万，中学时候就出了名的会玩，结了婚还克死丈夫。咱俩结婚是不可能了，但是你要愿意的话，咱可以陪你玩玩。哎，不识抬举，哼！你个臭三八，读了几年书就把自己当天鹅了啊！老子抽呀！哎，你俩谁呀？你给我等着！老子陆景瑶，打的就是你。对不起啊，我没弄过。哎呀，没想到那小子手真黑啊，从外面找人报复我。谢谢你那天替我解围，不然你也不能白挨顿揍。没事儿，虽然我打架不行，可我有挨揍的本事。我妈从小就打我，习惯了。你看，我就说咱俩有缘分吧。那么现在，咱们能交个朋友吗？哎，上回你就拿着这本书《半生缘》，这个是讲什么的？他讲的是在旧上海，一对恋人从相识、相恋，再到被迫分离的坎坷爱情，直到14年后，他们再次相遇，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了。哦，听着太悲惨了。你干嘛？你看，始于初见，直到终老，只要不分开，就不会有悲伤了。这就是缘分吗？我竟然走了大半辈子，我跟他在一起这60多年，从来没有问过他到底快不快乐。我一直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我总觉得我在，他就快乐。我从来没想过，他到底有没有受过委屈，到底有没有后悔娶过我。当然有过。景阳，我总是觉得后悔，没有给你更好的生活。我总是觉得娶了你，就让你受了委屈。我总是觉得你所有的不开心，都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。小满，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傻，能够坚守你60年，就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好的决定。行了，别煽情了。林少卿，你以为不签订契约就没事了？你在地心世界的时间已经到了，地狱之门已经为你打开。好，我甘愿接受一切惩罚，来弥补我所犯的过错。还有你，彭小曼，你和乔月共谋骗局，骗取永恒契约。别以为我看不出，你一样会受到惩罚的。我们没有签订永恒契约，凭什么要惩罚他？因为规矩就是规矩。私藏闯入者，谋骗永恒契约。彭小曼，现在立刻受罚。哎，小曼，你们快走，走啊！小曼，
小曼，对不起，这辈子我没照顾好你，下辈子我们再见吧。我爱你。少卿，少卿，维娜，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要罚就罚我吧。小曼这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委屈，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她。就凭你和这只猫，我说了，规矩就是规矩，谁也逃不掉。不是，维娜，维娜，你们小心！你的，你的规矩就是规矩，一天到晚规矩规矩，我受够你了！哎，你们快走，快去禁区，找到地心之源，让他给你一个最公正的裁决。好的，卡尔，我们走。这就是地心之源。地心之源，你听得到吗？我这一生都在等待与回忆中度过，我对林少卿的执念更是糊涂不堪。如今我幡然醒悟，想回到陆景瑶身边，弥补对他半生的亏欠，陪他走完剩下的一生。地心之源，我别无他求，我守护小曼半生，不问结果，不求圆满，我只希望她能平安喜乐，弥补半生的颠沛与遗憾。地心之源，我是一只被遗弃的猫，承蒙彭小曼和陆景瑶的照料，得以在人间安定一生。彭小曼善良怀旧，陆景瑶真情专一，他们都不该被命运苛待。求你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归宿，不要让真情被错付，让愧疚伴终生。世间万物皆有因，人心向善皆得救。见裁定如下：林少卿免去地狱无尽折磨，罚其驻守地心禁地以1000年光阴赎罪。菲菲，你纯粹善良，守护有功，准你陪伴陆景瑶与彭小曼安度余生。彭小曼，你半生执念终得醒悟，准你与陆景瑶重返人间，相守余生，以真情弥补亏欠。陆景瑶，你一生渡人，今当自渡，准你与彭小曼相守至终，来世入天堂，永得安宁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妈，妈，哎，老伴儿，你醒了。再生，你妈醒了。妈，你终于醒了，你都快吓死我们了。这是哪儿啊？老伴儿，这是家，今天是你寿宴，你喝奶茶差点上不来气儿，现在好点了吧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奶奶，你终于醒了，我们全家去地心世界玩，好不好？地心世界。景瑶啊，我咋感觉这里这么眼熟呢？好像来过似的。你看那柱子，还有那些石头。这里原来是萤石矿洞，可能是早年下矿的时候跟你念叨过吧。走，进去转转吧。欢迎光临地地心心世世界。界。